这个大叔在捡人家的剩饭吃。你说现在是什么社会，还有人吃不饱饭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在中国经济低迷、失业率持续偏高的背景之下，各地出现所谓的捡菜风潮。不少年轻人为了节省开支，纷纷前往菜市场挑选商贩丢弃的剩余蔬菜来充饥。从网络上流传的这些画面来看呢，参与捡菜的网友分布在广东杭州、四川成都、贵州等多个地区。他们中呢有大学的毕业生、失业青年，也有全职妈妈等。90后下班都能捡到啥？这里有一盒金针菇，看着不错。上一次在这里找到海鲜菇，这一次又遇到一盒，真好。又遇到一个新品种，瞧瞧，有认识的吗？海鲜菇这个名字还是网友告诉我的，之前我都不认识。瞧瞧，又遇到了很多的贝贝南瓜。这么好的贝贝南瓜我还是第一次遇到。这种贝贝南瓜大部分是坏的，但是也有好的，好的也是卖相不好，所以才不要的。他走了，客人剩啥我吃啥，又到我一天最高兴的时候了，捡客人的折螺吃，剩点鸡骨架小串留着，这都好吃。这一桌这也没剩啥呀，这个没问题，煎的糊嘎的我就拿走了。这桌刚走啊，有点狠货，就乐意吃花生米，真高兴啊！整一瓶呗，整个传统的够用。我出去吃去丢人吗？我这一盘也不少，这晚上太惬意了。捡菜的风还是吹到了三亚，临近三亚批发市场，晚上来看看都能捡到点啥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叶菜区，这边很少能捡到漏，还是往里面走。你看，这不就来了，收获莲藕一小段，拿走。发现蒜苗一小把，品相不错，拿走。发现红辣椒若干，挑2颗拿走。想来捡菜的亲们，一定要戴手套口罩，这些菜腐烂发酵的味道真的挺难闻。这里应该有一些好的能挑出来，我受不了这个味道了，不要了。10年老夫妻下班后到批发市场看看都能捡到什么。哇塞，今天运气爆棚，刚到就看到黄瓜。不，这边还有梨，这个梨是好的还是坏的？哎，这个比较好吃，比较好吃。可以。柚子，这个烂掉就不要了。又发现一个好东西了，玉米。不是，你要把它掰开。夫妻俩回到家以后，把当天的收获一一的摆在桌子上，茄子、黄瓜、西红柿、玉米，甚至呢还有几颗梨。博主笑着说：“这些蔬菜多新鲜呐，又是省钱的一天。”哇塞，今天运气爆棚，刚来就看到了一堆红薯叶，炒个蒜泥或者凉拌都好吃。拿下。又看到一堆大蒜，虽然叶子有点烂掉了，摘洗又是一道美味。拿下。远看到一堆茭白叶，结果一个茭白都没有。果然大货车附近能刷到好物，一个藕，白白胖胖的，好可爱，直接拿上。又看到熟悉的老朋友，必须来打个招呼，皮干的可垫着实在。再挑2个，剩下的留给需要的人。转头又看到一桶辣椒，辣椒多拿点什么菜都能百搭，好新鲜的辣椒，拿上。随着中国经济不断走弱，就业机会迅速减少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只能躺平。他们对未来的人生规划逐渐失去了期待，很多人选择不结婚、不生子。我觉得没钱真别结婚，你结了婚，老婆也会跑掉的。不要听李子这么多，因为他你没钱你结啥婚呀，对吧？嘴巴说你没钱，你就算娶到了老婆，生了小孩，老婆也会跟你离婚的嘛。你会跟一个你很爱的很穷的人结婚吗？我以前会，现在不会了。为什么？我觉得，就以前可能就想要的是那种很充满浪漫的那种爱情吧，但现在大家都很现实。你会愿意跟一个你很爱的很穷的人结婚吗？应该不会吧？我觉得吧，一个人如果是很穷的话，肯定是没有足够努力，所以我就不会和一个没有未来的人然后在一起。你还剩多少钱结婚呢？
我全部就剩2万多这样了。你出来工作那么多年，就只剩这1点钱了吗？唉，我给你算一下，我全部毕业出来到现在，我就工作了4年。这4年时间，我先是赚了一点钱，花8万7，全款买了一辆车，就我现在开那辆。然后呢，我本来就最近这1年我还剩5万存款的。博主说，我花8000块钱给你买了部苹果手机，你是知道的。后来呢，我们又去三亚去拍结婚照，又花了7000块。平时呢，我们也是到处去玩，钱就这么一点点的花出去了。现在存款只剩下2万多。我没负债已经算是不错了，结婚还差几万块钱，我打算先贷款把婚结了，之后呢，我们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吧。感受过因为付不起彩礼而失去一段感情的屈辱，我感受过。大概2年多以前，因为投资的失败，加上输了一些官司，我又过过一段很惨的岁月。但当然，在我最高光的时刻，陪伴着我的女朋友，那时候也没有选择分开。就你像在我最好的时候，抛开买礼物，每个月会给她5万块钱左右零花钱，到后来是3万，后来是2万，后来只能开1万的新预付，甚至到后来，因为输了官司，我的银行卡会被冻结，我出门可能还要刷他的卡。博主小张说，他和女友其实认真谈过结婚的事，聊到彩礼时，对方提出要50万，他并不觉得这个数字离谱。在自己经济宽裕的时候呢，这笔钱是随时都可以拿出来的。况且呢，女朋友很优秀很漂亮，追求者也是很多，这么多彩礼并不算夸张。只是呢，那段时间他突然间陷入了经济的困难，手头实在是紧张，家里人得知情况以后全力的支持他，说为了他幸福砸锅卖铁都愿意。一切原本看起来是顺顺当当的，但就在最后的一刻，女友又提出了一个条件，她希望能够再添1辆商务车，因为以后如果有了宝宝，她要保证她跟宝宝出行的质量。以女友的条件，这个要求是无可厚非的，只是呢，小张当时真的是没有能力再负担1辆像样的商务车。2个人就这样的僵持着，谁也不后退一步，最终这段感情走到了尽头。小张说，其实到今天我都没有怪他，我也没有资格怪他，他值得更好的生活。既然错过了，那就随缘吧。我不准备结婚了，穷人是不配结婚生子的。我是一个37岁的北漂大龄剩男。说实话，我对这个世界挺绝望的。这个世界真的很荒诞呀！活了37年，我才明白，穷人是不配结婚生子的。牛马和牛马结婚，生不出什么玩意儿，只能生出牛马。生出牛马怎么办？来人世间受苦啊！博主在北京打工，他以北京为例，1个月固定开销，租房是2000块钱，交通成本600块，水电网费是150块，吃饭2500，其他开销是1000块，1个月总共花销要6250块钱。他说呢，在北京8成以上人月收入不足1万块钱，这点钱只能够勉强覆盖最基本的生活开支。一旦生病，小病还能够勉强承担，可是一遇到大病，对普通家庭来说几乎就是一场灾难。我们再来看看当下的经济环境，房贷断供情况下越来越多，像这样的形势，那些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的人反而成了幸运的一群人。不少年轻人在婚前婚后都不得不依赖父母的经济支持，让父母负担很重。对于社会底层而言，婚姻往往意味着更大的经济压力，因此呢，不少人开始倾向于选择不结婚。没钱真的别随便结婚，没有物质基础的婚姻到后面都会变得互相埋怨，一旦钱不够花就开始计较，彼此嫌弃，好像对方是自己的仇人一样，什么难听的话都能讲得出来。我有个邻居姐姐和她老公也是自由恋爱结的婚，2个人还都是初恋，谈恋爱的时候特别甜蜜，但自从结婚之后就变了。结婚之后呢，那个姐姐就跟男方一家人住在一起，早早就生了小孩，怀孕之后她就不怎么工作了，就在家里带小孩照顾老人，相当于男方几千块钱就要养一家人。你能想象吗？2个曾经非常相爱的人，现在连几10块的买菜钱都要大吵一架。博主说，那位姐姐每次要生活费都被老公数落，连给自己买件衣服都被骂是败家。她原来是一个阳光开朗的女孩子，一点点的变成了怨妇，整个人仿佛一下子老了10岁。
女方在家付出却没有收入，很容易被轻视。男方呢，一个人在外扛着所有的经济压力，时间久了，心里也会失衡。当一个家庭缺乏基本的经济基础，你根本没有能力去谈爱情。钱不一定能够买来爱情，但是它是最低的保障，不至于让两个人互相怨恨。男人没有钱了就不要去结婚了，真的，全都是真的。你也不要去耽误人家小姑娘，也不要考虑和人家结婚生子啊，因为你生出的孩子也是条件最差的那一个，耽误了孩子，让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自卑的一个圈子当中。你看到朋友圈同事朋友之间啊，都出去旅游啊，去买什么奢侈品啊，但是呢，你在紧巴巴数钞票，可能付的还是一个房租或房贷。所以你别说爱情可以让你走过一段段艰难的时光，这是不可能的。贫贱夫妻百事哀，你没有一定经济条件，你如何去给你的另一半和你的孩子更好、更优越、更幸福的生活状态吗？博主说，男生最重要的是努力把钱赚到，把事业摆在首位。等你有了稳定的经济基础，再去追求你心爱的女孩子，否则你忍心让她跟着你一起吃苦吗？一个男生在没有父母的帮衬的情况下，想要结婚到底有多难？就举个例子，在我们这个江西三线的小城市，如果你想要结婚的话，最少有4个点。第一点，你需要在市区买一套房子，一套房子的价格在100万左右，100出点头，100万左右。就算100万，你首付最少得付到20多万。博主说，第二个条件是你需要有一辆车，最少要10多万的那种车。第三呢，你还需要给女方买5金，一般呢也要30万块钱。第四就是彩礼，在江西彩礼一般是要16万8、26万8，甚至呢有的还是38万8的。如果你想结婚，把这些费用加在一起，最少得要60万左右。如果没有父母的帮衬，一个男大学生毕业以后需要多少年才能够攒够60万呀？为啥现在都说结婚能让男人快速变穷？你这话听着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？但现实里太多的例子都印证了这一点。现在的婚姻早就不是以前那种两个人搭伙奋斗啊、互相扶持的归宿了，反倒成了高门槛、高风险还特别费钱的消耗战。你以为结婚是组建一个小家，两个人一起赚钱过日子啊，有个温暖的港湾？其实现在大部分情况下根本就不是。婚姻对男人来说更像是一场高风险的投资，一旦踏进去，不光之前攒的那点积蓄你全得花光，未来几十年的工资收入也得套牢，完全由不得自己。还有12天我就要办婚礼了，但是我和他大吵了一架，甚至当场决定悔婚。吵架是因为钱，因为我们俩发现我们根本结不起这个婚，我们没钱结婚。当天我们就是因为两个家庭已经在花销很多的情况下，男友跟我提出接亲和婚礼当天还需要很多红包和电器赠与来宾，我产生了不理解。因为在湖南甚至其他地域，其实女方是不需要花很多钱的，甚至彩礼其实要给女方父母，但是我们家在没有要彩礼的情况下，额外花销了很多。随着中国经济走弱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性价比。对于许多家庭主妇而言，购买剩菜盲盒成为一种切实可行的省钱方式。剩菜盲盒是近几年在中国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消费方式，商家把当天卖不完的仍在保质期内的食品打包成盲盒，低价来出售。消费者买的时候呢，不知道具体内容，所以叫做盲盒。剩菜盲盒真的是贫穷大学生和打工人的救灾口粮，到底值不值得购买呢？今天我要来吃一个盲盒，60倍加电，没到点，它取餐时间是1点45，现在是1点40，就是这种盲盒一般都会要过了半点之后就是才会有。8块钱吃4菜，价格的4菜里面是2分2次。博主觉得购买剩菜盲盒实在是太划算了，是一个省钱的小妙招。从网上看到了剩菜盲盒，搜了一下，正好附近就有可以取的店，时间是只能20点30分到21点30分之间取货，有9点9和23两个价位的盲盒，我选了个9点9的试试水。盲盒模式有点好玩，我可太期待了。来看看盲盒里都有些啥吧。2个蛋挞，团购好像一个5块，已经回本了。一个三明治，这个好像店里卖16点8。
博主品尝了盲盒里的食物以后呢，不仅是连连称赞，真好吃。他觉得完全是物超所值。郑州19.9的5星级酒店剩菜盲盒都有什么？拿上打包盒出发。海鲜和饮品不能拿其他的都可以。套物有羊鸡、猪肘和蔬菜。先来点的是猪肘和解蜜酸菜，拿下烤鸡的最后一个翅膀。羊肉粒多来点。扇贝公摊太大了，鱼片、辣椒骨、水煮肉片都进我碗里。贝蛋挞的色泽诱惑，后来发现它太占地方了。烤苹果太便宜，凤梨夹肉很美味的，满满当当一大盒，你们觉得19.9值吗？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